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， 我是艾琳。看了上个视频的人应该知道，我在农村和父母生活了1年后，就打算出去找工作了。没看的人可以去看看。那今天就给你们讲讲后面发生的事。在农村的生活很简单，每天起床就干活，吃完饭就看电视，四处溜达，一天的时间很快就打发掉了。但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安静下来的时候，我的脑海里就会冒出一些奇怪的想法。这些想法每晚都折磨着我，我感觉我快要疯了。20岁的我处于最美好的年华，没有谈过恋爱，没有旅过游，好多在这个年纪该做的事我都没有尝试过。而我的亲戚们已经开始忙着给我介绍对象了。在农村人眼里，好对象的标准就是有房，有稳定的工作，有年轻健康的公婆可以帮忙照顾孩子。忽然间，我好像看到了我的未来。相亲，进入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，生一个能传宗接代的儿子，然后就每天吃饭、睡觉、照顾孩子、打麻将，偶尔和老公因为生活琐事吵架，然后就等待死亡的来临。我不停地问自己，这真的是我想要的人生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可悲。内心挣扎了很长一段时间后，我终于鼓起勇气，决定走出自己的舒适区，去寻找、尝试不同的事物。所以我必须离开老家去找工作。可没有文凭和任何技能的我又能做什么呢？我后悔当初没有认真读书，考上大学，否则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纠结茫然。既然没法改变我的教育背景，那学门技术或许是条出路。我的村庄是属于一个叫乐平的城市管辖，刚好我有个朋友住在乐平，他在美容院里工作，建议我跟他去学美容。我心想，好歹是门技术，而且还能顺便让自己变美变自信，满怀希望的就去了。一般来美容院消费的顾客都是中年妇女，她们担心自己变老，所以投资一笔钱在脸上，好让自己看起来年轻一点。他们甚至还会做身体保养，以防止胸部、臀部下垂等等。他们每个月都会抽空来几次，躺在小小的床上，闭着眼睛，享受美容师的手指在他们的脸上轻轻按摩，期待醒来就能发生奇迹，一下年轻好几岁。
老板娘和美容师们就会在一旁不停地夸赞他们，并巧妙地把话题转移到推销产品上。这些女顾客听到有人夸奖她们，自然开心，心甘情愿地掏钱买单。一想到我需要为了推销产品赚提成而拍马屁，我就很不自在。所以不到1个礼拜，我就不干了，学技能的希望就这样落空了。那这下我怎么办呢？反正我是不能回老家，我必须留在城市里，因为只有工作才能有机会赚钱，改变自己，尝试不同的事物，找个自己真正爱的人。抱着这样的想法，我又找了份工作，在女装店里做销售，工资不高，但我相信只要待在城市里就有希望，所以我很开心。我一直是个很自卑的人，总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，也很害羞，不敢接触陌生人。看着身边的朋友们自信美丽，受男生欢迎，我打心眼里羡慕，希望自己也能变成那样。那时我交到了一个朋友，她正是我羡慕的那种女生，美丽自信，有很多人追她，所以我很喜欢跟她在一起玩。有一次她约我去逛街，见面的时候才发现她带来了一个男人，2个人看起来很亲密，我猜想肯定是她的男朋友，但也没有直接问。逛街的过程中，她不停地试衣服，那个男人不停地掏钱为她买单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他并不喜欢她，他们也并不是男女朋友，他只不过是利用她的喜欢，让她心甘情愿地为他花钱。我听完后很震惊，也很沮丧。他一直是我的榜样，是我想成为的人。可现在我发现我错了，那并不是我想要成为的人，否则我自己都会看不起我自己。经过这一次，我便不再跟他联系了。但我始终相信爱情是存在的，于是我开始扩大交友圈，以认识更多的人。有一次，我的同事邀请我去 KTV 唱歌，还有一群我不认识的男人。我很开心能有机会认识很多的人，但胆小自卑的我总是坐在一边沉默不语。中途有个男人让所有的女生全部出去，只留下几名穿着暴露的女子和男人们。他们说要玩游戏。接着我就听到房里传出来男人们猥琐的笑声。我站在外面很不解，然后同事暗示我这些女人是小姐。当时我就感觉我的胃很不舒服，
想吐，只想赶紧离开这个肮脏的地方。我一点想认识这些人的欲望都没有。几个月前，我对这里充满了希望，以为能找到自己想要的。可后来发现，这完全不是我想象的样子。于是我再次陷入了迷茫中，并且很失望。这时，我的老板要重新装修店面，给我们放假1个月。平时不太联系的表姐刚好这时跟我联系，邀请我去深圳旅游。旅游一直是我想做的事，因为可以看到不同的地方，见到不同的人。我当然很愿意，于是买了车票，就踏上了我人生中的第1个旅途。而这趟旅行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。